我们受我当事人的委托，为他办理资产继承的相关事宜。今天我们来是想请贵公司提供帮助。我们首先希望能够尽快查阅公司的全部账目，了解公司的业务。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据我所知啊，杜胜元先生已经立下了遗嘱，已经对顺阳公司和他的个人资产做了分配了。他已经在方方面面。难道您没有听说那份被宣读过的遗嘱是伪造的吗？真正的遗嘱……对不起，我得更正一下，原来的遗嘱只是涉嫌伪造。现在公安机关调查尚未结束，一切都没有定论。你们希望查阅公司账目的想法，我深表理解，但一切为时过早了一点。真正的遗嘱在中盛公证处存有副本，你们可以依法申请调阅一下。当你们看过后，就真相大白了。那份存在公证处的遗嘱啊，我听说过，但那份遗嘱的内容是不是真实，这就没法考证了。杜胜元先生立烛时啊，只有律师和公证员在场。公证处说，律师手上的遗嘱是伪造的，但律师很可能也会说，公证处的那份才是伪造的呢。那究竟谁是伪造的？爸爸，我知道你是做5星级饭店的，你必须让人相信。我知道你想做让人相信的人。谢谢你，豆豆。你要好好保护你自己，我真为你担心。叔叔，阿姨好点了吗？小爷他要是有个3长2短，你说我们现在每分每秒都得守在他跟前。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还是个活人。叔叔，杨月是个生命力极强的人，他也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会活下来的，他会坚持的，他会治好的。叔叔，我们一起给杨月鼓劲儿好吗？好，我知道了。啊，你知不知道玉龙是什么？玉龙。从昨天到现在，小月醒过来2次，每次醒来，她嘴里都是唠叨这2个字。他说玉龙什么？你们找我？请问您是杜小杰董事长吗？是我。昨天晚上，我们对中盛公证处存档的遗嘱副本进行了核对检查。现在可以证实的是，
公证处的遗嘱和你父亲的律师梁忠诚向你们宣读的那份遗嘱内容并不相同。现在问题很简单，如果不能证明你父亲在立嘱后59个小时之内又推翻了原来的遗嘱，并且立下新的遗嘱的话，那么梁忠诚向你们宣读的那份遗嘱肯定是伪造的了。伪造？根据目前我们的调查情况，因为在你父亲立嘱之后到死亡之前这一段时间内，梁忠诚并没有去过医院，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断定为他念的遗嘱是假的。对。那真正的遗嘱上面写了什么？在公证处存档的那份遗嘱中，你的生父杜生元确认了你和你哥哥杜耀杰将拥有同等的遗产继承权。如果按照这份遗嘱分配遗产的话，你将拥有你父亲和盛元集团公司全部资产的一半。这一半的资产，据我们初步的了解，它将不会低于15亿元人民币的数额。我父亲当时只是把梁律师和公证人叫到病房里谈遗嘱的事情，其他人包括我都不能进去。我也是以后才知道遗嘱的内容的。以后什么时候？遗嘱的内容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我父亲去世之后。你是在哪里知道的？是怎么知道的？在我家的客厅里，是梁律师读给我们听的。当时还有什么人在场？所有人，遗嘱涉及的所有的受益人都在场。你肯定这份遗嘱的内容在向所有受益人宣读之前，你一点都不知道吗？我肯定。这份遗嘱订立之后，是由梁律师独自封存保管的。你们可以找梁律师亲自调查一下。梁忠诚已经出国了，4天之前，他因为个人事务去了香港。去香港不叫出国，叫出境。香港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吧？香港只是他的过境地，而不是目的地。无论他去了哪里，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的。你觉得他还能回来吗？他的家小都在余城，他会不回来吗？他最终肯定会回来的，无论他愿意回来还是不愿意回来。我们对这个案子的刑事调查还没有结束。关于这个案子中涉及的遗产继承部分属于民事问题，所以我们建议你最好请个律师帮你处理一下。除了那个叫杨月的，你还认识其他的律师吗？
차가운 꿈이라고 해도 내 삶에 멍이 든다 해도 이 하늘 아래 내가 살아야 하는
그대가 숨쉬고 있으니 나 잊지는 말아줘. 흐려진 기억의 슬픈 날 검은 눈물로만 그대 지킬 수 있었던 줄 수 없는 사랑이요. 세상이 날 버린다 해도 날 외면하여도 우리 다른 인연으로 꼭 만나기를 나 약속을 하겠어. 거친 세상 끝까지 영원한 사랑을 운명을 거슬러 내 걱정은 말아줘. 어차피 익숙한 그리움 이젠 되돌릴 수 없는 세월을 버리고 그대 행복하길 바래. 세상이 날 버린다 해도 날 외면하여도 우리 다른 인연으로 꼭 만나기를 나 약속을 하겠어. 거친 세상 끝까지 영원한 사랑을 운명을 거슬러光与光在黑暗中碰撞，囚困的双眼打开了窗，梦想直来直往，天空是否晴朗？手和手敲击不同节奏，站在通往未来的入口，时间不能退后，一切交给自由。声音不停寻找，还迷失在记忆中的孤岛。真实是唯一坚持的骄傲，谁的眼泪遗落在纷飞的曲角。对不起，这份遗嘱的副本我们现在不能提供借阅。我为什么不能看？
我是我爸的女儿，他的遗嘱就是写给儿女的呀。对不起，你这身份证上没有写明你就是厉主任的女儿，你姓汤，厉主任不是姓杜吗？你就算姓杜，我们也不能给你看，我们怎么确定你的身份呢？可我就是我爸的女儿啊！你们可以到公安局去问，公安局不是已经到这儿查过我爸的遗嘱了吗？你们可以去问呐。我们没有义务去向公安局问。你想看遗嘱，让公安局把你带过来，只要他们手续齐全，我们可以给你看。或者你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为你提供手续，或者请律师帮你办手续，手续合法齐备，我们可以给你看，好不好？方豆豆，我是杜胜元先生的法定继承人汤豆豆的法律代表。这两位是中信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我们是我当事人的委托，为他办理资产继承的相关事宜。今天我们来是向请贵公司提供帮助。我们首先希望能够尽快查阅公司的全部账目，了解公司的业务。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据我所知啊，杜胜元先生已经立下了遗嘱案，已经对顺阳公司和他的个人资产做了分配了。他已经在方方面面。难道您没有听说那份被宣读过的遗嘱是伪造的吗？真正的遗嘱……对不起，我得更正一下，原来的遗嘱只是涉嫌伪造。现在公安机关调查尚未结束，一切都没有定论。你们希望查阅公司账目的想法，我深表理解，但一切为时过早了一点。真正的遗嘱在中盛公证处存有副本，你们可以依法申请调阅一下。当你们看过后，就真相大白了。那份存在公证处的遗嘱啊，我听说过，但那份遗嘱的内容是不是真实，这就没法考证了。杜胜元先生立烛时啊，只有律师和公证人在场。公证处说，律师手上的遗嘱是伪造的，但律师很可能也会说，公证处的那份才是伪造的呢。那究竟谁是伪造的，则要等律师从国外回来之后再做分辨吧。公证处的职责是见证法律行为的真伪，公证处存档的文件应该是客观公正的反映了事实。西安宝马彩票不是也经过了公证吗？后来的事实不是已经证明，公证处所做的公证啊，有时候也并不公正啊。那您的意思是，您或者是盛远公司，或者是杜小杰先生本人，不承认原来的遗嘱是伪造的，不承认公证处的遗嘱副本是真实的，不承认我当事人与杜小杰先生有平等的继承权，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怎样理解啊，是您自己的事情，我只是依法办事。在公安机关没有结案之前，我们盛源公司不便发表任何评论。即便是在公安机关侦查终结之后，也还要经过法院的调查审判，法院要看哪一方的证据更加充分，才会做出可靠的判决。一切都等那个时候再论吧。也好，不过我有点好奇，我很想问一句，您本人真的相信原先的那份遗嘱是真实的吗？
我们去公安局大致了解了一下情况，目前这个案子还在侦查过程当中，公安方面不便透露更多的情况。根据我的经验，现在要侦破这个案子，一是要找到谋害杨月的凶手，二是要找到更可靠的证据，能够证实公证处存档的遗嘱副本就是你父亲留下的真正遗嘱。这两方面的查证工作都不一定能在短期内很快完成。那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呢？难道就这么干等吗？我们如果不愿意等下去，也可以现在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根据公安机关目前掌握的情况，认定公证处存档的那份遗嘱为有效遗嘱，梁忠诚宣读的那份遗嘱因梁忠诚失踪和杨月被打等一系列不正常的情况，应视为无效遗嘱。一旦法院做出这样的认定，那么你就可以不必等待杨月这个案子的侦破，而直接进入遗产继承的实际操作程序。即便法院对两份遗嘱暂时都不做出认定，只要你一起诉，就有可能促成法院决定暂时冻结遗产，这样对你也是非常有利的。那我们就去法院。如果你同意启动诉讼程序，你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签署一份授权书，授权律师作为你的诉讼代理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好，我授权你代表我提起诉讼。德德，官司一旦开打，你自己要格外小心。钱是可以让人立令智昏的东西。杨月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所以你千万要小心。有事需要上街的话，一定要让小潘陪你一起。阿龙马上要回沿海去了，他因为这件事情耽误太多时间了。要不然我向酒店请一段时间的假吧，他们也很快知道我的客人已经走了，我又不回去又不请假，就犯了酒店的纪律了。你还是先回去报个到吧，等我确实需要你的时候你再过来。那你最好晚上不要单独出去，住的地方也换一个。你现在还和杨月的父母住一个旅馆吗？对，不过每天基本上他们都不回去，都在医院陪杨月。杨月已经脱离危险期了，但是离不开人照顾。那你换个地方住，要不就住好一点的酒店去，要不就找个最偏僻的小地方，别让任何人知道你住哪儿。每天要来医院的话，要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跟着。我知道了。你明天就回去了？对，我该回去上班了。杨月的情况，我也要向酒店报告一下。杨月是休假期间出来的，也许万成大酒店还不知道他出了事情。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他就是活下来，也不能回去上班了。他的那个律师事务所也不会再要他回去了。他在你们酒店是临时的，他在他那个律师事务所也不过是个实习律师。一个残废的人，谁能养活他一辈子？阿姨，我现在已经请了别的律师去跟他们打官司了。等官司赢了以后，我就有钱了。我会照顾杨月一辈子的，我也会替杨月照顾你们一辈子。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怎么了，小月？什么事让你这么伤心呢？从没走过这个路吧？小心啊！来，来，看着啊！你看，来，就这个楼，怎么样？看看。这屋子有点潮气，但是价钱便宜呀。这地方啊，一般人是找不到的，所以外面来住的人不是很多。你这几天去医院了吗？杨月好点了吗？他妈还说了什么？他就没说什么了，毕竟是他女儿嘛，心情应该是这样的。哎，我手机快没钱了，就收到这儿吧。我手机早没费了。你要有急事就打到饭店来吧，让他们转告我。好，拜拜。拜拜。哟，梁玉龙，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这趟去的时间可不短啊！怎么样，在朋克玩的还行吗？玩啊，还行吧。哎，慢点的。哎，我正准备休假去朋克漂流，回头啊，你给我介绍介绍啊。你好，我是客户部的，我叫潘玉龙，我有事想见一下何总。你报告的情况，公关部已经转达给我了，饭店已经派公关部和培训部的人专程去余城医院里表示了慰问。他的父母都在余城照顾他，我们也已经把情况通报给了他的律师事务所，可是我不知道他的事务所有没有派人去看过他。杨月肯定是要残废了，他肯定是要残废了。他在咱们饭店工作的时间也不短了，饭店能多给他一些在经济上的帮助吗？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的机关干部，家里的钱也不多，他们已经快要付不出杨月的住院费了。咱们饭店能多给些帮助吗？杨月，他不是我们饭店的正式职工，他的医疗保险关系也不在我们饭店。我去他的律师事务所问过了，杨月的关系还没正式办到所里，就被派出来实习了。现在他变成了这个样子，他们总说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可一直没有研究出个结果来。究竟还要不要他，还一直没有说法。
太医这1年来的实际工作都在咱们饭店，所以我想，尽管他的医保关系不在饭店，但如果他这次是在为我们饭店工作时发生的意外，我们承担医药费用的理由就不存在很大的问题了。我知道，他是为了我才弄成这样的，应当承担责任的是我，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没有这个能力。这样吧，我再跟人事部门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我能先预支一点工资吗？我想先预支3000块钱的工资，然后在我每个月的工资里扣除。饭店没有预支工资的先例，不过我们再商量一下吧。麻烦您再快一点。
首先，我代表客户部感谢饭店对我们客户部的鼓励。我们欣慰地看到，又一位我们客户部的员工荣获了代表我们万城大酒店最高荣誉的微笑奖章。在此，我们也应该感谢潘玉龙，感谢他在这次担任贵宾厅室管家的工作中，以自己勤奋诚实的努力，赢得了客人的信任和好评，也为我们客户部争得了荣誉。我们希望潘玉龙再接再厉，为我们万城大酒店的事业再立新功。现在我宣布，经客户部研究，并经饭店人力资源部核准，任命潘玉龙为万城大酒店客户部行政楼领班。请订阅频道，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